當香港大埔鴻福苑的濃煙在清晨的微光中漸漸散去，炭黑色的樓宇骨架刺痛了每一個人的眼睛。這場自1996年以來香港最嚴重的火災，用75條逝去的生命、76個受傷的身軀，給了所有關注這場災難的人沉重一擊。我們以為的科技萬能，在殘酷的災難面前，竟如此脆弱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11月26日下午，鴻福苑的平靜被火光打破，外牆的竹棚和安全網成為火勢蔓延的加速器。火焰順着腳手架瘋狂上竄，短短數十分鐘就吞噬了整棟樓宇的外立面，7棟住宅陸續被捲入火海。這場被定級為5級的大火，直到次日清晨才逐漸熄滅，卻已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傷亡。截至27日晚10時，75人遇難，76人受傷，其中包括1名殉職的消防救援人員和11名受傷的救援人員。為了這場救援，香港消防部門幾乎投入了飽和戰力。截至27日下午3時，200多輛消防車、約100輛救護車、超過1200名消防及救護人員奔赴現場。11條消防喉和8台旋轉台鋼梯車同時作業。特區政府還通過大灣區應急行動機制向內地求援。廣東消防總隊與深圳支隊緊急調派10架無人機支援現場搜救，但所有努力都在32層90多米高的樓宇面前顯得力不從心。香港消防處的主力裝備旋轉台鋼梯車理論作業高度僅56米，約合18層樓高，這意味着從19層到32層的13層區域完全處於地面救援的真空區。記者在現場看到地面噴射的水龍在風中被輕易吹散，根本無法觸及高層火點。更棘手的是老小區的物理局限。建成於1983年的鴻福苑樓齡已達42年，當年的道路規劃完全沒考慮到現代重型消防車輛的作業需求。根據國內超高層應急搶險車企業負責人王先生透露，重型雲梯車要發揮最大能效，需要展開6米以上的液壓支撐腳。而鴻福苑狹窄的行車道和路邊停放的私家車，讓這個基本條件都無法滿足。空間不夠時，車載電腦會強制限制雲梯伸展長度，56米的理論高度在實戰中會大幅折抵。水壓衰減則是另一個致命難題，水流經過幾十米管道輸送後壓力大減，再加上重力和風阻影響，到達高層時早已沒了滅火所需的水錘效應，只能起到微弱的降溫作用。最終，消防員只能採取人肉強攻的方式，背負數十公斤裝備逐層推進滅火。為什麼不用無人機滅火？這是火災發生後社交媒體上最集中的疑問。對大灣區居民來說，深圳、廣州每年都會舉辦無人機高層滅火演習，1分鐘飛上33樓，精準滅火的畫面早已深入人心。可為什麼到了真實火場，這些高科技裝備卻集體缺席？事實上，香港消防處並非沒有無人機。早在2017年，他們就成立了無人飛行器系統小隊，如今已擁有35部無人機和約90名持證操作員。此次救援中，特區政府也從內地借調了8架熱成像勘察無人機和2架細流無人機，但這些設備的作用僅限於照明、勘察和定位火源，並未參與直接滅火。香港警務處甚至在現場設立了限制飛行區，這讓不少網友感到困惑。要解答這個疑問，首先要認清真實火場與演習場的天壤之別。鴻福苑的火情有着獨特的殘酷性，火勢並非局限於單一樓層，而是沿着可燃的竹棚和安全網，在多棟樓外立面快速蔓延。現場風勢強勁，火焰高度遠超樓頂，形成了強烈的熱對流和不穩定湍流。這對無人機的飛行穩定性是極大考驗。四川天府新區未來低空經濟創新中心理事長羅軍直言，這種極端環境下，大多數無人機的功率和抗風等級都難以保持姿態穩定，更別說精準滅火。
載荷與效能的矛盾則是另一道鴻溝。國內消防電子企業青鳥消防的工作人員坦言，目前消防無人機的滅火能力存在很大局限，小型無人機無法承受高壓水流的反衝力，大型滅火無人機又尚未完全研發成熟。清江智能的销售经理更是直言，面对鴻福苑這樣的5級大火，無人機攜帶的滅火彈或噴射的水量杯水車薪，根本無法形成壓制火勢的效果。另外，濃煙不僅會遮擋視野，還會嚴重干擾無線電信號，導致圖傳和控制鏈路延遲高達半秒以上，而無人機正常作業需要的延遲僅為幾十毫秒。這種信號錯位讓精準破窗、定點投放等操作變得風險極高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無人機失控墜毀，反而給地面救援增加障礙。更關鍵的是，真正有效的無人機滅火需要集群戰力。羅軍表示，應對鴻福苑這種規模的火災，需要10架甚至20架大功率工業級無人機編隊作業，實施飽和式投彈或噴淋。但目前這套體系還處於起步階段，缺乏統一的協調指揮標準、空域管理規則和專業操作人員培訓，根本無法投入實戰。小編覺得，公眾的疑問背後是對科技救援的美好期待，但我們必須正視一個現實：當高層建築被可燃材料包裹，在適宜風力條件下，火勢可能在數十秒內形成不可控的燃燒通道。一旦錯過最佳撲救窗口，任何救援力量的核心任務都將從滅火轉為救人，科技裝備也只能起到輔助作用。一邊是香港火場的無力與遺憾，一邊是深圳用燒樓方式備戰的未雨綢繆。當很多人還在質疑為什麼不用無人機時，深圳已經用最硬核的實踐回應着高層滅火的世界難題。他們直接建了一棟151米的超高層大廈，專門用來做消防演習。這棟被網友稱為演習大樓的建築，從2022年起就成為了深圳消防的實戰訓練場。沒有走過場的形式主義，沒有象徵性的火苗，這裡的演習逼真到讓路過市民誤以為是真火災而報警。2022年的一次演習中，火花破窗而出，濃煙滾滾升騰的場景讓不少路人緊急撥打119，直到看到現場的消防標識才恍然大悟。很多人不解為什麼要花這麼大代價用真樓演習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作為高樓林立的現代化都市，深圳的超高層建築數量位居全國前列，高層滅火一直是城市安全的重中之重。與其在災難發生後追悔莫及，不如提前用最貼近實戰的方式磨合裝備、錘煉戰術。小編看到演習現場的畫面時，真切感受到了科技救災的震撼。火災警報響起，消防無人機群迅速升空，有的攜帶滅火彈精準破窗滅火，有的搭載破拆工具開闢逃生通道。地面上4足機器人衝進火場，執行毒氣檢測和火源定位；外骨骼裝置幫助消防員輕鬆搬運重型裝備；空中有衛星實時監測災情，地面有 AI 指揮系統調度資源，空天地立體救援網絡瞬間成型。這場天花板級別的演習可不是簡單的燒樓。據深圳消防局解釋，所謂的大火其實是精心設計的效果。外牆搭建的鐵架上掛載着煙霧彈和模擬火焰的燈帶、壁掛爐，現場的濃煙來自專用發煙設備。演習結束後，只需清洗玻璃就能恢復原樣。即便如此，這樣的演習成本依然不菲，但對深圳來說，這筆錢花得值。演習讓滅火速度比常規訓練快了40%，更讓消防員在真實危險來臨時多了一份保障。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，深圳擁有獨特的優勢。大疆等全球領先的無人機企業總部在此扎根，眾多機器人和 AI 高科技企業聚集，再加上2級財政城市的財政自主權和先行示範區的立法權，讓這裡成為了消防科技的試驗田。今年3月，深圳坪山區的高層滅火演練中，本土企業的重載滅火細流無人機展現了150至200米的滅火高度和60至120公斤的載荷能力。8月廣州的演練中，無人機集群、智能機器人構建起立體作戰體系。11月的高交會上，無人機集群、AI 消防車更是驚豔亮相。
這些在演習中大放異彩的裝備，正是為了應對像香港鴻福苑這樣的悲劇。中國自主研發的消防滅火無人機已能飛到1000米高空，滅火機器人可以衝入人類無法靠近的高危火場。這些科技的進步，本質上都是对和平年代犧牲最大的職業的守護。香港鴻福苑的悲劇和深圳的超前演習像一組強烈的對比，折射出科技救災的現實困境與未來方向。我們不能苛責香港消防部門裝備落後，我們也不能迷信科技無所不能。科技的意義從來不是取代人，而是守護人。願香港鴻福苑的悲劇不再重演，願每一次逆行都能平安歸來，願所有的科技進步都能成為守護生命的堅不可摧的防線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